在去年的年度总决赛，大郎曾因面带笑容外加乘坐小黄车，不幸的倒在了决赛的舞台。一时间，所有选手都变得逐渐低调。而就在我们以为小黄车跟神秘插头男即将在 K 表失传之时，无法延续香火的时候，没想到在嘉豪老师投完加号，随手一个张手动作，却让一诺推上了高潮。如果说这个要素还不够的话，那在今年春决，一诺的那一句那后面几把狼队应该要开始发力了，然后再包括他们有多次浪3追4的经历，他们心态肯定不会受到影响，所以我相信狼队他们一定能有再次浪3追4的机会。众将听令，自刎归天。只能说这下看懂了，这下要素齐全了，这下我他妈释怀了。你就说这有没有浪3追4吧？真的，事件就是一个巨大的回旋镖。而狼队这边在比分落后的时候，状态还真的没那么好。在被连续拿下2局的时候，婉婉嘴啃黄瓜，青青压力山大，道仔眼神迷离，子焕积极沟通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狼要完蛋的时候，唯有那个男人镇定自若，闭眼请到了那位男人。但是我感觉他内心肯定还是很紧张的。谁要是敢在决赛再输 AG， 咱亲手收他！我有3句话，9个字，必能击破 AG。要上道，方少人留得住。臣苟红星上承五虎，下顺狼堡，昭告康平路之冠军狼队 FMVP。就是我。2026年5月23，重庆狼队在上海夺得冠军，并终于终结了长达2年的 AG 王朝。我说白了，你狼队有个朱元璋怎么玩？你告诉我，这玩意急眼了比哪根酸还吓人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缓了几天才来做决赛视频的杨帅荣光。别问，为什么是老杨有勇气不保 KDA。而这场决赛很出乎意料的，则是本来联盟都给渲染和 AG 造势，且上半场 AG 握有巨大优势的情况下，结果大狼夺得了冠军。就这玩意怎么说呢？就挺尴尬的。毕竟大红一路从胜利组杀进决赛，渲染也势头正盛，一诺回归更是如虎添翼。就正常来说，就可以宣布2026年王者荣耀挑战者杯 FMVP 的归属，它就是狼队信。哎，杨哥，你回家啊！我出家。干啥呀？我娘啊，不带这么玩的，这就半年了，都宣传我怎么跟兄弟们说？香槟我都开了。比起香槟，更有乐子的则是这一场 BO9 的 BP。就众所周知 ，S 的 BP 主打一个梭哈 ，A 这边主打一个省中再省。比如第2局 ，AG 打出来一个3带4，结果大狼这边直接王炸加4个2了。只能说梭哈真的是一门艺术。但 SK 怎么说呢？也不完全是一个赌徒。比如赛前被大家分析出来的 AG 的流星锤，大狼这边也是打出来了。婉婉上完庆再上，配合打的也是相当不错。10分钟更是打了波0块2，本以为到这里就可以平推了，结果红区让大帅勾到了婉婉，逆风情况下打了波2换3，硬是拖到了阵容后期。当然正面打不过不说，操作也开始逐渐变得抽象。大师强行开不好打的团，道仔正面摊了输出，被小妖控到死，然后 AG 打了波0块2。其实到这里 AG 也翻了，只要稳扎稳打就可以平推了。但是红狼这2个队凑到一起，总是能给我们整出一些新花样。在打了一波1块2后，本来大红宝上路面一波了，但诺大哥跟中小弟发疯了，放上大狼水晶镖，看到道仔就走不动道了，心里估计搁那寻思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可是这样的话，哎呀，肯定会被黑子指指点点的。不行，豁出去了！风评差了，可以装死。道仔要是没了，那就是真的没了。所以你就看到了一幅世界名画道仔赛马图，一个人硬生生溜了 AG 好几圈，就真的一个敢追一个敢跑。看到后面追赶的 AG， 道仔估计搁那寻思，你跑不过我，你信吗？最后在一首忠义儿歌中，终于偷到了大狼家。决赛开场就是一个2比0。不得不说这决赛还是蛮有活的，有 SK 的梭哈艺术，一回上来就是丢王炸那种，有今天的老夫子4大接口，完美对上老夫子那一句台词。人道必报。
当然也有 AG 独有的开枪兵以及大红祖传的火舞大菜肉，以至于这个长生的火舞一闪踹4个，结果发现抄到了钢筋上，直接被秒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波给长生整彷徨了，不是哥们儿，原来你也没这么硬啊，你这玩意是钛合金的吧？后面真是没招了，在正面守俩人的情况下，又让他踹了4个，结果依旧光速称霸。但有一说一，抛开下饭操作不说，其实这两队上半场打的还是蛮精彩的。SK 的梭哈艺术外加 AG 的以小博大，确实很有看点。但真的，如果大狼真这么打去的话，其实还是 AG 占优。毕竟上半场俩王的Scar阵容没拼过大红的3対1，讲道理还是蛮伤的。就怎么说呢？只要 AG 自己不犯病，基本上这个冠军就十拿9稳了。但奈何这场决赛要素还是太齐全了，有在上半场让3追4，有当年的青青，有当众亲人陈老大，以及陈老大最喜欢的绝影神枪。对于其他人说无所谓，但青青来说他是一名老将，他这下真的是什么都不缺了，一下子给青青的 DNA 给打醒了。巅峰队优先选边权很重要的，没错，尤其在 BO9 的环境当中，上。这个就是失控盗窃。不得不承认，青青在下半场表现真的神勇，不论是卡人还是充当前排，做的都相当不错。反而大红抽象开始，先是大帅搁那儿来杯好茶摇一摇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晃着晃着给自己晃死。接着13、14顶尖配合，本来必死的狂铁，结果中意一个 man 给狂铁走出了女娲大招。最后一诺在大火收针，在狂铁明视野下的情况下，依旧走红区，结果被开，给了个自家2塔。就怎么说呢？就有股疑似下半场 AG 5人被夺舍，换了5个巅峰路人上来的挑战职业选手的感觉。就最后一波大帅控4个，但凡女娲大招不打联盟，但凡修染留个1，其实 AG 波还真赢了。只能说现在大红的纪律性确实很感人。最后一诺在大火收针，大招不是队友反向自保，下半场连追2分。讲道理，其实到这里 AG 都是可以接受的，毕竟 AG 第7局其实英雄是比狼队多的。就这个龙人大司命猫咪加老大，堪比巅峰队的阵容，前中期 AG 还是大顺风，怎么想都应该拿下了。那就在了最关键的时刻，你诺大哥他干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龙人打手约对线期打不过，给他给打着急了，下面操作就开始变得逐渐诡异起来了。哎，这一勾回来看7，交大上天，大招换大招，不要，你千万不要浪啊！你一浪，我们这冠军就没了呀！不要大招进那个红区，千万不要啊！走，打过去，浪没了。别，你一定要升技能，这波输了，我们是真的冠军没了呀！真的不要浪了！那你先倒了，奥义直接交大往前跟。不要大招飞龙气，不要啊！因为有点扛不住了，被王婉收掉，完了双杀，奥义进到了草里让你会 诺亚哥这波飞龙7连，只能说还是蛮伤的。本来阵容前中期优势很大，结果送了一波大的，导致后面想杀李华跟守约难度还是太大了。最终大狼下半场连追3分，先行进入赛点。不得不承认，带入 AG 手来看，这一局其实输的真的特别不应该。但带入狼队手来看，只能说太爽了！毕竟总决赛下半场让3追4的难度系数，估计只有青青自己知道。而最后一把 SK 也是放飞自我了，老虎西施请神情容坦然，一手狼狗请神自己的正狼魂，而一手哪吒却请神到了魔丸，只不过是 AG 这边的魔丸。那有人问了，大红从创立王朝至今哪有什么魔丸？谁说是王朝期间的魔丸？在狼队边开后 ，AG 这边就有个小点子了。哎，既然狼队边开的话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进野区了？于是 AG 这边就3个人进野区，说了多少遍不要3个人进野区呀！下半图发育诺眼前一黑啊，寻思我操，小春下主意啊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居然也是生怕钟义不死啊，一个王者拉让钟义掰了一刀，最终2换0亏麻了。到这儿其实基本上盖棺了，前期没有金茬的 AG 没法去拼后期的狼队，而狼队稳的让人感觉到害怕，因为他们太清楚这第11冠来多么来之不易了。上一次决赛第1局也是子焕西施，也是这个大白菜皮肤，不同的是上一次给了致命的机会，而这一次他绝对不会了。一个队伍从24年一直说要接小10亿回家，很多人嘲笑他们异想天开，觉得他们很可笑，可殊不知人有执念才可让人怀有动力远航。一直在 KPL 荣誉最多的队伍，随时都怀着初心，为着下一个冠军去奋斗，这何尝不让人值得敬佩？在下路一波14000后，不得不承认，这一传播会他们确实老了，操作变形以及纪律性的松散，让人不得不感慨时代真的是年轻人的。从全联盟平均年龄最小队伍到如今平均年龄最大队伍，无数队伍想进决赛终结这支
日一场会，而最终是那支换了一代又一代的重庆狼队，终结了这支成都 AG 超晚会。随着水星的爆炸，某种程度上来说 ，AG 的王朝真正迎来了终结。而重庆狼队捧得虎神杯，荣登11冠王。忆当年，我等一驴山海之巅，后几经缠轮，经离别相聚，再分别，再重组，因心怀王梦，以奋起反击。虽经险峻丛生，但今朝踏破群雄，气吞山里，只为高头尔等。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获得2026年王者荣耀挑战者杯冠军！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喜欢的兄弟们麻烦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这样的啊。